从目前来看，我们的水瓶好像是处在一个感情的困局当中代表我们水瓶目前还是处在一个非常两难的等待之中。那一方面呢，其实从这张牌来看我们的水瓶已经是处在了一种崩溃的边缘。最近一系列的这个情感上面的遭遇让我们的水瓶已经不敢轻易的在感情上面有太大的动作。但是因为这张牌的出现也就预示着一段新的开始或者说也是我们的水瓶只是在等待一个机会，希望能够跟对方破镜重圆，然后忘掉之前的一切，能够重新开始。但是宝剑的风元素嘛，其实很容易让人去联想到一些激烈的冲突，可能我们的水瓶最近也正在和对方处于一个争吵当中经常发生一些抗争或者冷战，两个人没有办法去做一个很好的沟通，也可能对方呢暂时并不想要跟我们的水瓶来重修旧好反而是一种不进不退、若即若离的姿态。好，那我们来看一下水瓶这边的情况出现的是一个圣杯六的逆位。那逆位的圣杯六很明显就是水瓶绝对是一个专一付出的人，甚至是一个随叫随到的人只要对方需要，水瓶都在。那么这张牌呢，也是能够说明水瓶对待这段关系，包括对对方是一个比较失望的心态。虽然说水瓶知道这份感情里面的快乐很短暂很少，但是呢，我们的天性还是有一点贪恋这份感情存在的这种感觉。而且圣杯牌嘛，更多的就是水瓶在可怜自己觉得自己好可怜没有人疼爱，甚至觉得自己真心的付出就像傻瓜一样没有回应，那自己呢还在这边苦苦的等待。那么这张牌其实也就注定了我们水瓶在感情当中就是一个很操心的人，是一个付出者。水瓶在这段感情里面可能会比对方的心理年龄要稍微偏大一点。其实这段感情里面真正受宠的那一方不是水瓶，而是对方，他一直就被我们的水瓶的爱所滋养，被水瓶所疼爱，所以这份感情其实还有一点异地的含义在里面。那我觉得我们水瓶一直都是有一种策马奔腾、不顾一切想要投进这个人怀抱的这种心情只是说我们这张牌出现的时候会意味着这个时候水瓶的这种自尊心有点受挫也不敢表露自己的这个爱意，甚至呢，我们水瓶连不开心都不想让对方知道，因为我们的水瓶就是那种我输也要说得漂亮，这种很骄傲的姿态那我也能看到在这段感情里面水瓶是有一种无谓的付出的。那这个时候你会搞得自己很疲惫，所以这份感情就是一个疲惫但是无法去抒发、无法诉说的一种无奈的状态那么再往下呢，这边是一个逆位的女祭司。这张牌的出现让我觉得我们的水瓶现在很需要冷静下来，回到你们当初最理智的状态下。但是确确实实你们也很难真正的冷静，在这份感情当中的挫折可能时刻都会给我们的水瓶一个警钟、一个警醒，再也不会让你们那么轻易的去触碰爱情了。但我们水瓶做出这样的理智只是表面上，实际上呢，其实对方他已经对我们造成了很多的伤害，那我们水瓶还是在苦苦的支撑没有放下这个人。那我们来看一下对方这边的情况那么首先对方这边出现的是一个权杖国王其实我觉得对方特别是我们水瓶陷入了目前的这一个情感的困境之后这个对方他会处于一个很自我的状态，很自私，以自我为中心。他在这个感情里面不会太多的来考虑我们水瓶的感受，不会过多的来为水瓶着想，反而就是想要就说希望水瓶能够完全的听他的，能够把我们的水瓶完全掌握在手中，甚至是想要我们的水瓶可以不计回报的一心一意的就为他一个人做付出。比如说举个例子在相处的过程当中呢，对方可能总是想要向我们的水瓶做索取，又不想我们的水瓶离开他，那为了和水瓶保持这样子的联系，他可能就反反复复吊着水瓶，那给水瓶就是一种若即若离的这种状态和感觉但是我们的水瓶还是会傻傻的去为了这个人付出，甚至把自己就是搞得深陷在这个情感的泥沼当中那么这边又有一个星币四，这张牌说明他内心其实比较注重感情中的物质条件他需要去掌控我们的水瓶，想要去追求一些物质上面的暂时的满足。那水瓶一味的付出也正好就迎合了他这样的一个需求就是当我们的水瓶在单方面的去付出的时候，稍有懈怠，或者对方他稍微有一点不满，就会在情感上面采取一个消极的态度，跟我们的水瓶保持距离，拉开距离。那当我们的水瓶因为对方的远离而开始全身心的又付出的时候，对方又开始向我们的水瓶更加的靠近了，反反复复消磨着我们水瓶的热情和感情但是呢，对方可能是迫于一些原因才采取的这些做法，可能是遇到了一些逆境不得不向我们的水瓶做索取，他的本
意，或许还是要跟我们的水瓶好好的去发展下去，但是呢，他也没有想到这样的做法真的很伤害到水瓶。好，我们来看两个人未来的一些态度和内心的发展哦。首先，在我们水瓶这边出现的是一张皇后牌。那皇后啊，在这边就是有一种默默的去关注这个人哦，有这种皇后的包容，让水瓶还是相信这个人他是可以回心转意的，还是相信这个感情能够回到当初，所以呢，也是在一心的付出，默默的守望。但是心怀这份执念的同时，我们的水瓶也无法消除内心的焦虑。纵使这份感情哦能够回到原来你们那个从始至终都坚守的那个位置，但是意义又何在呢？如果说一段感情当中只有一个人在默默付出，另外一个人始终都是不为所动的话，那么我觉得这个感情啊，对于我们水瓶来讲，并不是一个值得的感情哦。那接下来呢，这边是一个星星，还有一张月亮牌啊。那这两张都是大牌啊，其实也是真的说明我们的水瓶是发自内心的温暖和快乐过，也曾经是沉浸在这种温柔之中啊，这个爱情的温柔乡里面，想要跟对方一起走过一生，但是没有办法，这个月亮在这边啊，就说明这份感情没有办法长长久久，也是有很多的隐秘性啊，说明其他人的存在对你们这个关系是有影响的。那我们的天蝎的这段感情啊，对方可能是一直处在一个有所隐瞒的状态当中，而且月亮呢，其实也是隐秘的会指向对方啊，会有一些其他人的存在，那他可能是一直处于一个对我们的水瓶有所隐瞒的状态当中啊，或者呢有一些人的存在在和我们这个水瓶啊若即若离，很大程度上也是因为这个人的原因啊。其实在我看来，就是有的时候啊，属于两个人的这个感情当中啊，如果出现了第三者，那么这个感情就真的不再值得留恋了。那么我们来看一下对方这边的情况啊。首先他这边出现的第一张牌是星币6，代表着一种不平等的关系。我们的水瓶啊，现在真的是已经遍体鳞伤的一个状态啊。你们自己是一心一意的付出，但是对方不理不睬，甚至潜意识里面也是把我们的水瓶当做一个可有可无的对象，想要去结束这段感情，来一刀两断哦。但是呢，内心的想法又确实没有办法去割舍，这种纠结啊、反复啊，就像一个铁丝网一样，牢牢的缠在我们的水瓶的心里，无时无刻不在让你们饱受痛苦啊。我们的水瓶又无力挣脱，最终就变成了这样一个遍体鳞伤的状态。而且啊，我看到我们的水瓶啊，因为这段感情已经快要冰冷的感情啊，是几乎付出了你们全部的精力哦，但是对方依然没有给出一个明确的态度，就好像平常的生活当中，我们的水瓶处处在为对方着想，但是你们需要的这种心理安慰的时候，对方反而就是冷眼相对哦。其实这个会让我们的水瓶内心产生很多的不安，无论你们怎么样去付出，如何挽留对方，就是不愿意为了这段感情哪怕再向前去走一步啊。那之前所有的付出在此刻都让我们的水瓶内心啊觉得产生了自我的怀疑，是不是自己做的还不够，是不是对这个感情需要负很多的责任。其实水瓶在这段感情里面是一个完全的付出者啊。那么最后这两张牌是一个圣杯的侍从和这个宝剑8哦，能看到水瓶还是会在未来承受着内心和外部的一些双重的压力哦。那内部的压力呢，可能就是水瓶没有办法去直面自己的内心，那总是会幻想和这个现实之间的这种反复，难以去接受现在的这个情感的局面。那外部的环境的压力呢，更多的就来自于家庭、社会以及其他人的目光，甚至是反对。那这些不利条件也是让我们的水瓶内心五味杂陈啊，不断的去反复做一个自我怀疑，导致我们的水瓶就很想要逃离。那其实啊，我看到我们的水瓶啊，要尽快去思考如何从这个困境当中解脱出来，不然最后受伤的真的是你们自己啊。有的时候你可以稍微大胆一点。